女人夺舍了我女儿的身体，装成乖巧的模样潜伏在我身边30年，直到我把家产都交给了她，这狗东西才露出狰狞的面目。老不洗的，你全家都洗绝了，你怎么还不去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根本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女儿30年前就洗在乡下了，是我找的痞在她结婚前玷污了她，想嫁给受伤军官被宠上天，她也配。不止你的亲生女儿，还有你的2个儿子儿媳，你全家下放也是我的手笔。于明香闻言只觉得五雷轰顶，之后他又从秦玉珠的嘴中套出了好多消息，比如秦玉珠是川叔的，比如他的亲生女儿是原书女主。心神俱震之下，于明香含恨闭上了双眼。在睁开眼时，于明香就看到秦玉珠站在自己床边。妈，我想上大学，你送我出国去找舅舅好不好？我去你哥的！这一巴掌打出去后，于明香就愣了。这力气可不是70、80岁癌症晚期的我该用。还有被打懵的秦玉珠，也忒年轻了点。他下意识地转头朝四周看去，熟悉的房间和陈设，这是他下放前住的房子。再看墙上挂着的日历，1973年6月15日。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赔了全家下放前半个月。妈，我只是想出国上大学而已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原著中，于明香不是很疼我这个女儿吗？才刚穿书的秦玉珠有些懵，她知道这家人很快就会被举报下放，她不想跟着去乡下吃苦，就想到躲到国外去。恰好她这个便宜娘的大哥就在国外做生意，那可是10几年后身价过亿的大佬。她早早的出国去找舅舅，不只能躲过下放，还能提前跟未来的亿万富翁处好关系。至于原书女主，就是于明香的亲生女儿，那个嫁了受伤军官被宠上天的乡巴佬，回头我再想办法弄洗就好了。至于于明香的2个儿子更好收拾，如此于明香的家产就都是我的了，那可是10几套金氏4合院，无数古玩字画，1万海外资产。秦玉珠越想越激动，于明香将她的神情尽收眼底，劈头盖脸60几巴掌。我打的就是你，还特么的出国，你长得丑，想得倒挺美。前世也是这个时候，高中毕业的秦玉珠提出了出国上大学，疼爱女儿的她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甚至在出事时，他还庆幸女儿提前出国，避开了一劫。现在再看，我全家被下放到西北那种鸟不拉屎，大儿子冻死，二儿子死，大儿媳一尸两命，全是这贱人害的。是他举报了我家，还改了下放的地址。想到这里，于明香恨得咬牙切齿，找了布林子3下5除2就把秦玉珠绑了起来，撤下脚上的袜子塞到了他嘴里。想去国外吃香的喝辣的，恶心我大哥，做梦。于明香爱死了自己这年轻了30多岁的身体，健康有劲儿，打起人来虎虎生风。很快，秦玉珠被打得满身是伤，开始翻白眼了。她现在非常忙。原著中对配角的描写不多，只说于明香疼我，可也没说是这个疼法。我的报复梦该不会还没开始就要领盒饭了吧？于明香正打得酣畅淋漓，一道修长的身影出现了。妈，你在干什么？秦向东看到屋中的情形一愣，反应过来，他当即冲过去推开了于明香，抱起秦玉珠，拔掉了她嘴里塞的袜子。二哥，不哭，妹妹不哭，哥在呢。秦向东心疼地安抚着她，转头朝自家老妈看去。妈，你不是最疼妹妹了吗？她做错了什么？你竟然这么打她？于明香眼眶通红，她的小儿子为了省下一口吃的给她，下放第2年就饿死在了西北。临死前他瘦的皮包骨头，让他每每想起都剜心的疼。时隔30多年，他终于又见到了小儿子。秦向东被自家老妈看得蹙眉，埋怨道：下手这么狠，你也真舍得。妹妹到底是不是你的亲闺女？此话一出，秦玉珠哭声一顿。她确实不是于明香的亲生女儿，她是川叔的假千金。于明香见此冷笑一声，眼角的余光瞄到儿子正在解秦玉珠身上的布林子，她想也不想地冲了过去。呦呦，疼疼，妈，我耳朵要掉了。这个时间你不在机械厂上班，回家干什么？我这不是惦记着妈你早上扭了手腕，回来看看你吗？于明香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腕，前世的今天早晨她确实扭了一下手，可是不重，这绝不是儿子半晌就回家的理由。呵呵，说实话。秦向东看了一眼地上的秦玉珠，缩了缩脖子。是妹妹早上说想吃供销社新上的杏仁酥，我特意跑去买了给她送回来。她说想吃杏仁酥，你就给她买；她说想吃龙肉，你是不是也要上天入地给她弄来？秦向东被自家老妈噎了一下，娜道：不是妈你说的，妹妹是你的贴心小棉袄，我们当哥哥的要疼妹妹吗？那我说让你好好上班，你怎么3天打鱼2天晒网，就是不听。秦向东被对得哑口无言，对上妹妹求救的眼神，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小声问：妈，你还没说妹妹怎么惹你生气了？你为什么打她？她该打，她闹着要出国上大学，要去找你舅舅，我不打她打谁？现在国内没有高考，妹妹想出国去舅舅那边上大学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反正家里又不缺钱，妈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于明香闻言直接原地爆炸，叉腰道：我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你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？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形？动不动就要被扣成分帽子的，你舅舅在国外的事情，我恨不得捂进棺材里，生怕被人知道。
他却闹着要出国去找你舅。他这哪里是要出国，他这是要我们全家人的命啊！秦向东被自家老妈吼得一愣一愣的，张口还想说些什么，于明香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你最好别拦也别劝，要不然我连你也一块打。给我滚回去上班！于明香一脚把他踹出门，叉腰凶巴巴的。老娘打闺女，一回生二回熟，见多了你就习惯了。出去敢乱滋生，我缝了你的嘴！好吧。秦向东一步三回头的走了。以前老妈疼妹妹，他看着还怪眼馋的，现在妹妹挨揍，他竟然诡异的有些平衡。于明香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，叹了口气。大哥在国外的事情是客观事实，不管有没有秦玉珠，我们一家迟早都会被人盯上。既然这个雷注定要爆，那我就要让雷爆在可控范围。下放是不可能下放的，这辈子我绝不会再插牌邮件，也不想再入牛行。想到就干，于明香转身就去想找户口本，可这时手腕突然隐隐作痛，袖子撸起的瞬间，他看着手腕上的玉镯就呆住了。这手镯怎么变红了？原本翠绿的玉镯却诡异的变成了血红色。女人着急万分，只因玉镯是奶奶留下的传家宝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好端端的就变了颜色？话音刚落，眼前却闪过一道红光，再睁眼就发现身处一片广袤的土地中，而他的面前则是一汪咕咕冒着泡的泉水。这给我弄哪儿来了？我该怎么出去？我还有一家子等着救命呢。随着话落，场景又变了，又回到老院的客厅里。于明香心底隐隐有了个猜测，默念了一声 Come on。 果然眼前的场景又变了。确定了，奶奶没有骗我，玉镯真的是传家宝，里面竟然有空间。于明香兴奋地围着那清泉转了好几圈，还捧起水喝了一口，好甜，神清气爽的，以后不会生10个儿子吧？出去将秦玉珠锁好后，于明香去了老大和大媳妇工作的研究所。大儿子秦卫国是搞物理的，大儿媳薛如是搞化学的，两人都是妥妥的科研人才。可是前世却落得一个冻死，一个一尸两命的下场，让门卫通传了以后，很快老大夫妻就出来了。于明香看到两人就红了眼。卫国、小如，妈终于又见到你们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手腕还疼吗？我们陪你去医院。妈没事儿，妈的手腕不疼了，妈就是半天没见着你们，想得慌。于明香说着，擦了擦眼角，掏出了一个罐头瓶子，塞到薛如手里。妈给你煮了糖水，甜甜的，可好喝了。小如，你快尝尝。谢谢妈。妈煮的糖水好甜，甜甜的，喝了感觉身体都轻了许多。好喝就好，好喝你就多喝点。这是他从空间里灌的灵泉水。大儿媳已经怀孕6个多月了，得吃好喝好，好好补补。卫国、小如，你们前段时间不是说过想出国深造吗？户口本我都给你们带来了。1周后，他家被举报，如果两口子在国外，安全就有了保障。妈怎么突然想让我们出国深造了？小如正怀着孕，我们之前商量的结果不是不去了吗？让你们去，你们就去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在他极力游说之下，夫妻俩很快就同意了，目送了两人回了研究所。他转头就去了机械厂。杜大哥，你和我家那口子是把兄弟，向东的工作也是你操心给安排的，有话我就跟你直说了。弟妹你尽管说，不管啥事，只要我能帮得上忙，我都会尽力帮。向东的工作他是干不久了，我知道最近你在操心你小舅子工作的事儿，这几天你让向东带他，回头我就让向东把工作转给他。什么？厂长杜长征闻言直接站了起来。向东干得好好的，怎么就不干了？弟妹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？你可别瞒着我。我家的情况，杜大哥你是清楚的。虽说当年打仗的时候，我家老被捐了大半的家产，可如今我大哥人在国外，有人揪着这个不放的话，我们只怕是在劫难逃。是谁揪着这个不放？我去拧了他的脑袋。杜长征年轻的时候混不吝，如今年近50更老炮了，闻言直接就炸了。是刘文斌，还有我的女儿。刘文斌就散了，当年你赶他出城南的院子，我就知道这事不能善了。可是你女儿玉珠那丫头，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生女儿的时候正在东北出任务，恰好借住的那户人家和我前后产女，应该是他们故意调换了孩子，我也是前段时间才发现的。杜长征闻言整个人都有些懵。杜大哥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这事你别插手，咱们两家总要有一个在岸上才行。我咋能不插手？我找人把刘文斌修理了，这事不就结了吗？结不了，盯上我们家的人可不止刘文斌一个，向东工作的事，杜大哥你抓紧着办吧。两人谈妥，于明香准备要走，可杜长征又叫住了他。那秦玉珠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到底是你从小养到大的孩子，以前瞧着性子也不是个坏的。于明香闻言不由得苦笑。人心隔肚皮，他比我先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，却没有告诉我，而是闹着要出国去找我哥。杜大哥，他是想弄死我一家，好继承我的家产。哼，狼子野心，弟妹，那丫头可不能再留了。到家时，老大两口子和老二已经下班回来了，不止他们，他还见到了另外一个人。于阿姨，你回来了，
这是买的什么？我好像闻到了肉香。坐在秦向东身边的李玉洁见到于明香，就热情地迎了上来。于明香闪身避开了他。你的鼻子倒是比狗还灵。于阿姨，我……李玉洁是秦玉珠的闺蜜，也是秦向东未过门的媳妇。以前很热情的于阿姨，突然对她阴阳怪气起来，这让她心底有些打鼓。难道是我借由秦玉珠接近秦向东的事露馅了吗？不应该啊！妈，玉洁也是听说你扭了手，担心你，所以才特意过来看望一下你。看望我，空着手看望啊！秦向东的表情一僵，李玉洁也尴尬地搓着手。以前我来不也都是空着手，怎么这次于阿姨这么难说话？于明香才不管两人的脸色，把打包来的饭菜递给了老大。每次来都踩着饭点，也不提前说一声。别怪他对李玉洁这么不客气。前世他们家出事时，李玉洁第一时间提出悔婚，他们都还没下放呢，他就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，还手挽着手跑到他们面前来耀武扬威。这是对老二的打击不小，再加上咱遭拒绝，双重打击之下，老二踩到西北就变倒了，差点没挺过去。想到前世种种，于明香打定了主意要拆散两人。这次我没烧饭，买的菜也不多，就不留你了。此话一出，正在院中桌子上摆饭的秦卫国动作一僵，他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菜。这就不多，老妈赶一赶的，简直不要太明显。女人夺舍了我女儿的身体，又装作乖巧的模样潜伏在我的身边，直到她18岁才联合仇家举报了我。距离被抄家还有15天，我立马抡起撅头在院子挖啊挖，东厢墙根挖出几十根小金条，西厢墙根收获1箱古玩字画，灶台底下、厕所盖板都藏着玉石珠宝。于明香开始默念咒语：来人来，来人来，大在四面八方来，铺天盖地来来来来来。通通收进空间后，于明香就去喝灵泉水。就是这一些，他发现先前放进来的水果不但没变质，反而变得更香甜了。这个发现让他欣喜若狂。这不就行了吗？于明香立马找到杜长征，跟着他七拐八拐，拐进了一个不起眼的院子。院中人来人往，都在搬货。顾老弟，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人，我弟妹。弟妹别怕，顾老弟眼睛受过伤，看不清东西，他这是认人呢。于明香这才回过神，顾观海也站直了身体，收回了视线。那你们慢慢说，我去外边等着。我要的东西有点多，你要不要拿个本子记一下？不用，你说就行，我记得住。我要8000斤大米，6000斤白面，200斤糖，200斤盐，各色食物原料、调味料品，衣食住行所需，全都按照4人份、3年所需的量来准备。末了，于明香又加了4个字：宁滥无缺。东西有点多，量也有点大，我需要时间筹备。要多久？顾观海这时抬头望天。你着急要的话，得从京市附近城市的黑市调货，运费你出，3天可以筹齐。不着急的话，我着急要。顾观海还是保持抬头望天的动作，不疾不徐地说道：3天可以筹齐，大致估价1万块左右，上下出入不超200。紧急调货运费我算你180，你总共需要准备10380块，定金1000，3日后货物会送到你指定的地点。好好好。于明香把钱递过去，又忍不住地问了一句：这么短的时间，你算的账准吗？准，黑市定价我说了算，不准也得准。想不到这半瞎子还挺霸气。报了地址给男人，他转身就往外走，一边走还一边嘟囔：眼神不好还看天，是能看到星星还是咋地？抬头望天的顾观海实在忍不住了：喂，你衣服崩开了。于明香脚步一顿，下意识低头朝胸口看去，结果衣服果真崩开了一个扣子。回到家里，于明香不紧不慢地吃了饭，这才打开了正屋的房门。秦玉珠见他进来，当即挣扎着往他脚边挪。我去你哥的！于明香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底尽是愤恨。恶念一起埋祸因，你是我从小养大的孩子，用句糙话说，就是你一决定，我就知道你拉的什么屎。我含辛茹苦养了你18年，自问待你不薄，可是你……说到这里，于明香俯身对上秦玉珠惊恐莫名的眼神。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生出害我全家的心思。既然你心生歹念，那就别怪我冷血无情。在秦玉珠支支吾吾声中，于明香将她拖到杂物间，重重扔下，然后关门落锁，从始至终都没给她1粒米1滴水。处理好了碍眼的人，于明香抓了一只母鸡进空间，看到母鸡在空间里撒欢，她眼睛都亮了。我的空间竟然还能装活物，这可省老鼻子事了。之后又去了储蓄所，取1万在这年代都算大额取款了，要提前预约。他预约了明天取款后，又去供销社买。与此同时，秦玉珠被关在杂物间，饿得怀疑人生。难道于明香有读心术吗？他怎么知道我生了歹念？为什么会一改常态，对我拳打脚踢？他百思不得其解，最后饥肠辘辘地晕了过去。傍晚时分，于明香拎着打包的饭菜回家，一进门就见3个孩子神色各异。妈，200块彩礼我给要回来了。秦向东把一沓大团结推到了他面前，又气又恼。
妈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中午去百货大楼逛了逛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在百货大楼看到李玉洁和刘能手挽着手，这我能忍，我直接就冲上去了，逮着刘能一通胖揍，拉着两人就去了李玉洁家。看着手舞足蹈、声情并茂演绎的小儿子，于明香挺无语的。作为地道老京市人，小儿子是有些戏剧精神的。亏我之前还担心他会受不了打击，白担心了。小儿子表演完了，于明香才转头看向老大两口子。轮到你们了，说说吧，垂头丧气的，出了什么事？啊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和魏国出国的事，怕是不成了。名字报上去，可却因为我娘家的成分问题被卡了回来。薛如娘家上年就出事了，可婆婆不但没有着急撇清关系，还第一时间让两人提前领了证，托关系把她保了下来。这个恩情我一直记着，可如今婆婆出钱供我和丈夫出国深造，却因为我给耽搁了。薛如越想越愧疚，眼眶都红了。怎么还难受上了？于明香叹了口气，拍了拍薛如的手。我本想让你们出去避避，她小如你怀着孕跟着我们吃苦受累，如今看来这是行不通了。幸亏我昨晚下单的物资是4人份，要不然我还得去找那个盯着人凶看的糙汉。避避，妈，避什么？对啊，妈，你这2天都好奇怪，天天早出晚归，饭都是从外面买。而且你还打了妹妹，把妹妹关了起来。妈，你以前最疼妹妹了，你这样很反常，像是被什么脏东西附体了。话还没说完，秦向东就被一记铁砂掌糊头了。还附体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你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于明香凶着儿子，底气却略显不足。他一个重生还带空间的，本就有些玄学成分在身上，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打儿子。唉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就跟你们直说了，咱家被人盯上，要出事了。乡下夫妻换走我刚出生的女儿，不知情的我将假千金养到18岁，结果一个穿书女又夺舍了她的身体，之后她举报我全家下放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重生归来，我第一时间将她囚禁起来，接着就要让她知道花为什么那么红。秦玉珠，你要老公不要？秦玉珠闻言顿时就精神了，秦家马上要出的大事，她一清二楚，与其跟着被下放到穷乡僻壤，现在嫁人才是正确选择。我要嫁人。于明香冷笑一声，将门锁上，她推着自行车出了门，结果就被一个痞里痞气的年轻人拦住了。于婶子上班去啊，玉珠妹妹呢？我怎么几天都没见她出来了？于明香见到此人就笑了，呵呵，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了。此人叫吴勇，是出了名的地痞牛氓。前些日子他盯上了秦玉珠，时常尾随骚扰。吴勇，你就这么喜欢玉珠啊？那可不，玉珠妹妹皮肤又滑又白，哪个男人不喜欢啊？说话间，他上下瞄了于明香一眼。秦玉珠长得只能算是小家碧玉，远不及于明香这个当妈的精致大气。只是于明香年纪都能当他妈了，他实在下不了嘴。那你不如娶回家，正好玉珠也想嫁人了。当真？于婶子，你没骗我吧？你真肯让玉珠妹妹嫁给我？骗你干什么？你想娶她，就在中午之前凑齐880的彩礼。什么？880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吴勇吊梢眼一瞪，别人家娶媳妇彩礼顶天200，你却要880，你这是卖闺女呢？你才卖闺女呢！要不要一句话，一家女百家求，你不愿意，多的是人排队。说着，于明香登上自行车就要走，可是吴勇却拉住了后车座。愿意，我愿意，不就是880的彩礼吗？我这就回家凑。虽然彩礼高得吓人，可想想马上抱得美人归，吴勇还是很开心，于明香也很开心。呵呵，毒妇配地痞，还能搂一笔，完美。和吴勇说定了后，于明香主动来到知青下乡点给全家报名。既然下乡不可避免，她就要化被动为主动。至于下乡的地点，她选择定在当年生产女儿的地方——东北白山脚下的河道村。下放是不可能下放的，只要我们下乡下的足够快，谁都休想下放我们。下乡知青和下放老九，那可完全是2个待遇。之后又去到百货大楼，他要提前给亲生女儿买好礼物，还要查缺补漏。而此时的假千金秦玉珠正被关在杂物间里流眼泪。我好恨啊！别人穿书都混得风生水起，为什么我就这么悲催？不就是嫁人吗？别以为我会怕，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于明香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要报复回来。离开百货大楼，于明香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4大麻袋东西连带着自行车一起扔进了空间。等他掐着时间回来的时候，吴勇和他妈王大花已经在家门口等着了。彩礼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880，1分钱不少。王大花掏出用手绢裹着的一摞钱，递到了他面前，还有些不确定。于大妹子，你真的愿意把女儿嫁给我儿子？愿意啊，为什么不愿意？当然是因为我儿子不争气。可是王大花也不会傻得自暴其短，他含糊了一句，逮着自家儿子就是一顿猛夸，再三保证他们会对秦玉珠好。于明香对此不置可否。你们在这等会儿，我去叫秦玉珠出来，等下就带他们去登记。进了杂物间，秦玉珠还在昏睡，于明香照例给了他几巴掌。我给你找的结婚对象就在院子里等着，叫吴勇，
你还记得吧？无用？什么无用？我又不是原主，怎么可能记得？于明香将他的神情尽收眼底。所以，这个所谓的穿书的贱人，根本没有我原本养女的记忆。不过，他不记得吴勇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等下领证才不会出乱子。秦玉珠，结婚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现在要是后悔的话，还来得及。于明香故意说道。秦玉珠闻言，当即摇头 ：“No，我不后悔。”他不后悔，是因为他要留在城里。很，那我现在就带你们去领证。看着秦玉珠脸青鼻肿的被拎了出来，王大花心下却是另一番思量。总听人说秦家疼女儿，现在看来传言都是假的。这姓于的对女儿可真够狠的，那我这个当婆婆的，往后可就不用客气了。带着两人领完结婚证，于明香又提出去隔壁户籍科，把秦玉珠的户口也顺道迁走。吴勇母子高兴都来不及，自然不会拒绝。总共不过半个小时，事情就都办妥了。总算把秦玉珠这个毒妇给清出去了，跟她在一个户口上，我都觉得膈应了。不过下乡的日期未定，他又担心秦玉珠接下来作妖，又对吴勇母子说：“再让玉珠在我家待几天，过几天你们再来接人吧。”秦玉珠见此想说什么，可是于明香却没给他开口的机会，强行把他摁到自行车上带走了。妈，你疯了！你怎么能把妹妹嫁给那个地痞？秦向东听到此事，当即气得跳脚。我没疯，还有，她不是你妹妹，她就是个鸠占鹊巢的骗子。可是调换孩子的事是他爸妈干的，那时候他才刚出生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有什么错？妈，你不该把气撒在他身上，他也是无辜的。呵呵，无辜？秦向东，我告诉你，他一点都不无辜。几个小孩只知道妹妹被调包的事，罗社的事情太过玄幻，于明香并没有跟他们说。结婚证他们已经领了，户口也迁了，3天后吴勇就会上门接人，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，你们说什么都不管用。扔下这话，于明香转身就进了卧室。哼，秦玉珠那样的货，老二竟然还护着，老大两口子虽然没说什么，可神情里对我的做法也满是不赞同。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，于明香不怪孩子们向着秦玉珠，可是心底却隐隐担忧。2个儿子都是重感情的人，他们念着秦玉珠这个冒牌货，那我的亲生女儿怎么办？她在下乡吃尽苦头，回头的多寒心啊！这么想着，于明香握了握拳头。我不管谁的女儿谁疼，老大和老二回头要是敢晾带他们的亲妹妹，就别怪我的老拳伺候。女人偷偷潜入仇人家里，接着掏出早已备好的药，反手扔进仇家睡觉的屋子。等刘文斌醒来时，于明香早就将他的财产收割一空了。天杀的毛贼，别让我逮着，逮着了，我肯定把你生吞活剥。话虽然说得好，可刘文斌却没敢报案，毕竟这都是他当歌委会主任妹下的家当，全是不义之财。而此时于明香早就以自己的名义全部捐给了国家科技研究所。于明香同志，感谢你在下乡前夕把家产捐给了我们，这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能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尽一份力，能帮助到穷苦百姓，我心满意足。婉拒了蔡院长开表彰大会的提议后，于明香就回去了。院长，他们捐了这么多东西，又不要表彰大会，难不成我们就真白收了？于明香同志捐了全部家产，又主动报名下乡，这份觉悟和奉献精神，组织和人民不能忘。你赶紧带人给这些东西估个价，然后报给我，我要去找领导。夜幕降临，于明香到了约定的院子，没一会，顾关海也带着人来了，身后跟着的是10几架板车，车上装的是又高又满的物资。看着别人一次只能抬1袋粮食，可顾关海却一次扛3袋，而且还健步如飞。哥哥，想不到这半瞎子还挺有力气的嘛。2个多小时后，其他人卸完东西相继离开，只余下了顾关海和一个叫刘涛的年轻人。这批货的货款是10063，算你10060，加上运费180，一起10240。结完了账，于明香看着满满当当的囤货，他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彻底放了下来。我要走了，往后再去黑市买东西，你就找刘涛。9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娘快4了，我要回家娶媳妇。恭喜！不对，你这人好不孝，自己娘都快4了，你还说得这么平淡。我娘每年都要快死那么几回。这话说得莫名其妙，可于明香却秒懂了。这不就是电视剧里头的催婚吗？2人才一出门，于明香立马就关上了院门。顾关海和刘涛面面相觑。顾叔，这婶子家有古怪，我昨天才往这里送了批货，可刚才我看了一下，他家门口没有进出的痕迹，但昨天送的货却不在了。顾关海闻言沉吟了半晌才说，或许院子后院有暗门，咱们没注意呢。顾客的事情咱就别管太多了。刘涛嘴上应着，却疑惑地打量了顾关海一眼。这院子有没有暗门我不确定，顾叔还不确定吗？这京市的街头巷道哪里有个老鼠洞，顾叔不一清二楚。于明香关上门后，站在院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见外面彻底安静了，他又等了1个来小时，才开始往空间里倒腾东西。各色东西分门别类的在空间里摆放好。于明香真的累了，没多久就在空间里睡了过去。殊不知就在他睡着后，
一道矫健的身影，几个弹跳轻易地翻过了墙头，出现在了院子中。那么多货物，霎时间又不翼而飞了，莫非他是异能区的人？翌日一早，嘈杂的砸门声传来，于明香心头一紧，下意识地想到了前世歌委会上门的场景。他稳住心神，匆匆去开门，结果门一打开，就看到了吴勇那张吊儿郎当的脸。于婶子，虚惊一场，于明香登时就怒了。不是，是你让我今早来接玉珠妹妹。于婶子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我叫你今早来接人，可没叫你来砸门，拎不清的废头，欠揍！我这不是等不及了吗？敲门就没收住力气。于明香打了人，出了气，依旧没好脸色，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叫人。说是去叫人，实则却是去把秦玉珠拖来。人给你了，快滚！再耽搁一会儿，他二哥可就出来了。想到秦向东以前揍自己的那股子狠劲，吴勇不敢耽搁，把秦玉珠架到自行车横梁上，就飞快地骑跑了。他前脚刚走，两个儿子和儿媳就过来了。妈，刚刚谁来了？敲门敲得那么老响。是吴勇，他过来把秦玉珠接走了。秦向东惊呼了一声，下意识就往外冲。于明香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了他。你干什么去？当然是把玉珠抢回来。妈，就算她不是我们的亲妹妹，那也是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人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吴勇那样的地痞糟蹋。秦向东挣扎着想挣开胳膊，看到大哥也走到了自己的身边，他更有底气了。他闹着要出国，妈你大爷打了关也关了，有再大的气也该出了。除此之外，玉珠也没做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情。妈，你就让我和大哥去把她抢回来吧。于明香闻言，看向自家老大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妈，你不让我们和他亲近，我们不和他亲近就是了。可是吴勇确实不是什么良配。于明香见此，松开了秦向东的胳膊，冷冷地说：感情全家就我一个人是吧？行，你们想去抢，那就去抢，只要别耽搁了下乡知青集合就行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知道轻重的。说着，兄弟俩就追了出去。妈，真让他们这么去了，万一他们真把人抢回来了，怎么办？丈夫和小叔子没眼力见，见婆婆松口，还真以为婆婆想让他们把人抢回来呢。可薛如看得清楚，婆婆分明是打定了主意，真的要舍了秦玉珠的。抢回来，老大身上有钱吗？没有，我们夫妻的钱都在我身上呢。那不就接了？放心吧，他们抢不回来一点儿。他可是收了吴家880的彩礼的，兄弟俩这样空着手去，能把人抢回来那才有鬼呢。果然他饭才做好，都没等凉呢，两个儿子就灰头土脸的回来了。人呢？你们不是去抢人了吗？怎么不见人影？他不问还好，他一问，兄弟俩的脸顿时就黑了。怎么了这是？你们俩刚才还雄赳赳气昂昂的闹着去抢人，怎么现在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？明白了。妈，你别问了。不问怎么行？好奇先害死猫，你们想害死娘啊？秦向东被问得一脸不耐烦，深吸一口气说道：我们追到吴勇家，撞开门进去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床上了。养女串通仇家举报我通敌，正当我准备下乡躲避时，歌委会主任魏建安却带着人赶来了。于明香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大哥人在国外，我们怀疑你通敌，现在请你们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说是接受调查，可是被歌委会带走的人就没有好下场。四周等待下乡的知青惊慌后退，谁都不想跟这些人沾边。魏主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于明香是我们这批下乡的知青，他们全家主动报名下乡，是我们下乡登记处宣传的模范，他不可能通敌的。他有没有通敌，你说了可不算，得审讯过后才知道。带走。随着他一声令下，他身后的人当即虎视眈眈地朝于明香走去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没有通敌。于明香不待那些人靠近，就主动上前几步。我不但没有通敌，我还捐了家产，主动报名下乡。我是一心报效祖国的人。此话一出，四周顿时一片哗然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捐了家产，你捐给谁了？他是奔着秦家的家产。于明香如果捐了，那他就白忙活了，而且上面他也没办法交差。希望于明香只是捐给了妇女协会，或者是街道办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话，我还能用追缴赃物的方法给追回来。可于明香接下来的话，却给了他当头一棒。我把家产捐给了研究所。魏建安闻言踉跄了一下，研究所是国家性质，根本不是他这种小虾米能抗衡的。别说是他，就连他身后的人也没本事从研究所里抠出东西来。不可能，研究所是什么地方？那里从不接受私人捐赠。你这女人果然有问题，连这样的谎都敢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她给我带走！跟他来的人当即上前反剪了于明香的双手。妈，放开我妈！秦卫国三人当即红了眼，冲了过来。老大老二，你们别管我，你们护好小茹，护好小茹啊！就在场面快要失控之时，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喝声：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给我散开！人群很快分出了一条路，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大踏步走了过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歌委会办事，闲人。我们是领导秘书办的。领导秘书办，专门为领导办事的核心部门。四周顿时落针可闻。原来是秘书办的同志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来人敷衍的点了点头，然后目光就开始四下巡视。谁是于明香？
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于明香，包括魏建安。于明香懵了，耶，我就是于明香。哈哈哈！原来您就是于同志。于同志您好，我是秘书办的李炳文。李炳文听到回应，当即上前，看到他被人反剪着双手，当即脸色一沉。干什么呢？还不把人放开！抓着于明香的人脸色一白，赶紧放开人，躲到了魏建安身后。魏建安预感不妙，于明香这个贱人，他这是捅破天了，竟然惊动了领导秘书办的人。于同志您好，我是领导秘书办的李炳文，我此次前来是代表组织和领导感谢您对科研所的无偿捐赠，对组织工作的大力支持的。说着拿出一个长长的锦盒，李炳文拿出里面的卷轴，念出了上面的字：积善人家庆有余，行得门第服务将。于同志，这是领导让我转交给您的亲笔题字，请您收好。于明香颤颤巍巍地接过卷轴，眼有些热。有这福字在，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，就再没人敢把我打成臭老九。这是一张保命符啊！谢谢领导和组织的信任，我会努力报效祖国。说着，他顿了顿，转头看向了魏建安。我操！干什么？这个女人要干什么？她该不会要给我穿小鞋吧？李炳文顺着于明香的目光朝魏建安看去，是不是还有事情需要我们帮忙？如果有的话，于同志尽管说。我们此来，一是为了转达领导和组织的谢意，二也是为了给于同志一家送行。你们都是组织的好同志。李同志，我怀疑魏建安和境外势力有染。于明香不想等了，他打算趁着李炳文这样通天的人物在，直接把隐患彻底铲除干净。李同志，你也看到了，魏建安要抓我，而他抓我的名义是因为我大哥在国外，他怀疑我通敌。可我大哥在国外做的是正经外贸，每年都会给国家挣不少外汇。李同志如果不信的话，可以去查，这都有据可查的。而魏建安之所以针对我们家，我怀疑是因为一批古董。秦家世代书香，家中藏有几件珍贵古董，其中有五族青铜鼎、严氏家书。听到那几件古董的名字，魏建安额头开始冒冷汗，因为那几件古董全是他上面的人点名要的。这几件古董乃是秦家祖辈珍藏，我前日已经一并捐给了研究所。李同志，涉及珍贵文物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介入调查此事。他之所以怀疑魏建安和境外势力有染，并非蓄意报复，而是因为前世那几件古董确实全都流到了境外的博物馆。他正是因为记得此事，所以才会将那几件珍藏一并捐了出去。不是的，李同志，你别听他胡说。我之所以抓他，是因为接到了群众举报，我也是公事公办。哼，是不是公事公办，带回去调查一下就知道了。李炳文挥了挥手，他的人当即上前把魏建安抓了起来。于同志，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高度重视，后续事情有了进展，我们也会设法通知您。耽搁了您这么长时间，不知道有没有耽误您接下来的行程？不耽误，不耽误，火车是9点半的，来得及。老式绿皮火车嘎哒嘎哒响，于明香和家人已经安全地坐在车厢。魏国，你掐我一下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歌委会的人来的时候，薛如都快吓死了，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逃出升天了，而且还得到领导的馈赠。放心吧，媳妇，这不是梦，我们没事了，现在已经在去找妹妹的路上了。一家4口说说笑笑奔向下乡新生活的同时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某山村，一个精神矍铄的白发老太太正举着烧火棍追一个中年男人。顾关海，你给老娘站住，看老娘打不死你！娘，我是有点瞎，但又不是傻，还能站着让你打？你个瘪犊子！老太太气喘吁吁，瞪着围着磨盘跟她绕圈圈的大儿子，一脸咬牙切齿。3个了，回来半天功夫，媒婆已经带你相看3个女人了，你就没有一个相中的？顾关海站在磨盘对面，冲着自家老娘呲着牙笑。我虽然没有相中的女人，可是我治好了娘你的病了。你看你现在多生龙活虎，都能满孙子追着我打了。老太太缓过劲来，举起烧火棍接着追。我打死你个瘪犊子！40多岁还瞎了吧唧的，你还有脸挑媳妇儿？你当你是20啷当岁的健全小伙儿呢？我再瞎了吧唧的，你也不能给我找先天痴呆，后天瘸腿的啊！痴呆咋了？瘸腿咋了？痴呆人家不嫌你瞎，瘸腿人家不追着你打。顾老太到底是没追上顾关海，可顾关海也没落着好，因为他被自家老娘给关在门外了。才到家却又无家可归的顾关海抬头忧伤望天，而就是这个动作让他又想起了前些天遇到的那个女人。不知道那个大胸女人现在怎么样了？于明香一家抵达长白山脚，可在打听亲生女儿的情况时，却迎来了惊天霹雳。接上集，你是于医生吗？18年前来我们村做过卫生宣教的于医生。对，我是于明香。18年前我确实来河道村做过卫生宣教。哈哈，我就说长得像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于医生你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于医生你基本上没大变，还是那么年轻，年轻的我刚才都没敢认，生怕认错了人。两个人很快聊得热火朝天，他不着痕迹地将话题引到了亲生女儿身上。你说的萱草啊？刘老汉听他提及在河道村产女的事儿，笑着道：你当年借住在铁柱家，铁柱媳妇儿和你前后脚一起生的女儿就叫萱草，这名字还是你帮他们取得呢？你忘了？于明香内心激动不已，
虽然钱氏从秦玉珠口中知道女儿过得不好，可是他还是难掩希冀地问道：“那她过得好吗？”听到和妹妹有关的消息，秦卫国三人也都支棱起了耳朵。好什么好？赵铁柱那两口子黑心烂肺的，就不配当人父母。他们把儿子娇惯得上天，对女儿却是动辄打骂。大雨天让小丫头上山砍柴，寒冬腊月让小丫头去河里洗衣服，那河里的冰碴子油碰到都冻得人打哆嗦。萱草那丫头命苦啊，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，还被人当牛马使唤，托生到那样的人家，她也是倒了血霉了。于明香闻言，心疼的双手直打颤。他们那样对孩子，你们邻里邻居的都不管吗？管得了一时，我们还能管一辈子吗？以前我们见他冻着，也给过他家里孩子穿小的衣服，你猜怎么着？铁柱两口子脱掉孩子身上的衣服就来我们家门口骂，说我们埋汰他们，还要讹我们新衣服。你说说，这样的事发生的多了，我们还敢管吗？管不了啊，这都是命啊！秦卫国和秦向东兄弟俩闻言，气得握紧了拳头，就连薛如都气得胸口起伏。太可恶了，那一家子也太可恶了，哪有那样对孩子的？刘老汉见薛如怀着孕，生怕把她气出个好歹。别气，现在好了，现在萱草那丫头过上好日子了。这话怎么说？她去随军了。什么随军？她竟然随军去了？于明香没想到，她千里迢迢来找女儿，女儿却离开了这里。上一年腊月，隔壁村的季罗国夫妻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，幸好出来干活的萱草看见，就把夫妻俩救上来了。夫妻俩感激萱草的救命之恩，又喜欢萱草的踏实肯干，就花了高价的彩礼，定了萱草给在外当兵的儿子当媳妇儿。前段时间季罗锅的儿子出任务受了伤，部队来信说让家里去人照顾。季罗锅夫妻心疼未过门的萱草，不想儿媳妇在娘家受苦受累，就借口他们身体不适，把萱草送去了部队。那季罗锅的儿子是不是叫季子琛？对呀，于医生怎么知道？于明香闻言有些哑口结舌，想了想才说：大爷你忘了，18年前我也去过隔壁村啊，我见过子琛那孩子，那时候他都5、6岁了。对，忘了这茬了。当年于医生挨村做卫生宣教来着。于明香敷衍地笑了笑，其实他之所以认识季子琛，是因为前世秦玉珠回国，看上了一个大龄军官，那个军官就叫季子琛。那时季子琛成熟稳重，我对他也颇为满意。可任凭秦玉珠死缠烂打，季子琛都不为所动。而他拒绝秦玉珠的理由，就是心中依旧惦着王妻。所以季子琛的王妻就是萱草，我那个在结婚前夕被秦玉珠害死在乡下的亲生女儿。想到这里，于明香气得攥紧了拳头。如果没有秦玉珠从中作梗，他的女儿不会芳华早逝，就会和季子琛幸福的在一起。于明香头脑风暴，脑海中转瞬闪过好多想法。在孩子们还想再向刘老汉打听萱草的消息时，用眼神制止了他们。如今女儿既然已经跳出了火坑，去随军了，那正是女儿和季子琛培养感情的好时机。这种时候，任何变故可能都会引发连锁反应。所以他不着急和女儿相认，反正女儿出事也是出在乡下，他们就在乡下等着女儿归来。一行几人聊着聊着，很快就到了河道村。你们的户口已经迁到了村里来，按政策是能分到宅基地盖院子的，只是你们拖家带口，还有个孕妇，就算你们舍得花钱盖院子，这盖起来也需要时间不是？那村长的意思是，村里有2套闲置的院子，都是村民家自家盖的，他们家里出了变故，如今院子闲了下来没人住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倒是可以花钱买下来，也省得再盖单个时间了。那麻烦村长带我们去看看。于明香一眼就相中的位于村头的院子，上有水源干净，而且四下无邻，回头吃香喝辣的也不至于惹人眼红。村长，我想买下这套院子。可以，这是九蒙子家的院子，前后2进的大院子，他盖给儿子娶媳妇用的，结果他儿子前年进了山就没再出来。对，这院子九蒙子想卖450，你要是出得起钱的话，我这就带你回大队部写个契书，等下你们就能直接搬过来了。交了钱，写了契书，他就带着3个孩子，背着行李朝村头的院子乐滋滋地走去。可是他的好心情却并未持续太久，因为他们再次回到院子时，发现院门是打开的，而且院子里还有一个背对着院门洗刷的男人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们的院子里？顾观海听到女人熟悉的声音，还以为是自己幻听，他僵硬地回过头，四目相对，他手里拧的衣服掉到了地上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于明香没想到会在河道村再次遇到这个男人。顾观海愣愣地看着于明香，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。今世的那个大胸女人真的出现在了我面前了。于明香见他不说话，这才想起他眼睛不好，上前几步凑到他面前道：没认出我吗？我是在京市黑市跟你买过东西的人。咫尺距离，女人模糊的脸变得清晰。她好像比之前更好看了些，皮肤更白了，眼角的细纹也少了。喂，说话哑巴了。哈哈哈，好巧，
又见面了。于明香见他认出了自己，当即拉开了两人的距离。巧什么巧？你不是说要回家娶媳妇儿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对这个盯着他凶猛瞧的色胚本就没有什么好印象，如今他又巧合地出现在他新买的院子里，这让他心里不免有了不好的猜测。这狗男人该不会是在跟踪我吧？于明香的眼神陡然变得警惕起来。顾观海被他看得有些莫名，环顾了一下四周。我在这儿很奇怪吗？这就是我家啊。难道你就是九蒙子？顾观海顿时脸色一黑。不是，本人免贵姓顾，顾观海。我才不管你叫什么，这是我的院子，我刚花钱买的。哈哈哈！巧了，这也是我的院子，我也是刚花钱买的。两人展开了对峙，事情也随之水落石出。院子确实是九蒙子的，他也确实托了老村长帮忙找买家。只是于明香是从老村长手里买下的院子，而顾观海作为村里土生土长的人，则是直接找九蒙子买的院子。你去找九蒙子把钱退了，这院子是我的。No， 凭什么？顾观海双手抱胸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。这也是我正经买下的院子，我也是花了钱写了契书的。你不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吗？你想买什么样的院子没有？实在不行，你再盖一座院子不就好了？为什么非要跟我们抢？顾观海闻言耸了耸肩，这盖院子不得花时间啊！我被我老娘打出了家门，眼下正无家可归呢。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于明香和顾观海为了房子争执不下，本想去大队部解决问题，结果老村长竟提议他俩住一起，接上级。要不你们俩商量一下的，看谁不要我那院子，钱我们给你们退，1分不少的退。不退，不退。观海了，要不你就让人家，人家一个妇女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。说，我也不容易。顾观海一边翻着桌上的知青登记本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娘的烧火棍打人可疼了，我可不敢回家。造，我没看错吧？顾观海低头凑近了些，确定自己没看错后，眼神都亮了。那个院子我要定了。他囤了那么多货，这是打算在乡下关起门来吃香的喝辣的，过逍遥日子呢。巧了，我也想过逍遥日子，不挨老娘揍的那种。顾观海，我记得你以前也没这么难讲话啊。那叔你大概是记错了，我其实挺难讲话的。你于明香自然也不肯退，他咬牙切齿地瞪着顾观海。顾观海回他以微笑。那要不你们凑合一下，一起住呢？顾观海的眼神又是一亮，于明香则是当即转头，不敢置信地看向了老村长。是这样的，那套院子是前后2进的大院，九蒙子当初盖的时候，本是打算回头儿子成家，他们老两口跟着搬过去一起住的。如今你们一个住前院，一个住后院，绝对住得下。那样太不方便了。这有啥不方便的？这家伙在外面忙得很，他娘不闹死闹活，他是不会回来的。回来他也住不了几天。于明香闻言想到顾观海在京市黑市的买卖，迟疑了。村中的房子我不考虑，可盖新房又需要时间，可儿媳还大着肚子，等不起。于明香最后勉强的点了头。那你就把房钱退了吧。为什么是我退，不是你退？因为我买的便宜啊。顾观海掏出契书抖了抖。450买的院子，顾观海却只花了250，整整200的差价，快一半了。没想到老村长的心竟然这么黑。于明香扭头朝老村长看去，老村长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别看了，你口中的九蒙子是我叔，亲叔。对，我爹是他赢，我是他亲小叔，他不好好相亲，被我大嫂打了出来。那院子我本想让他白住的，是他非要买。春生叔，赶紧的把钱退给人家。村长拿出了钱，刚想交给于明香，顾观海一把就抢过来，塞到了他手里。现在这算什么？这院子到底算你的还是我的？管他谁的，你们只管住就行。那不行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你把差的亲情价补给你叔，这院子就当我买了。至于你，反正你住不了几天就走了，我就当让你白住了。顾观海看了一眼他递过来的钱，没接。你只囤了3年的货，又没打算在这儿久待，买院子干什么？将就住着就行。于明香顿时沉默了。于明香确实只囤了3年的货，可是按照前世的记忆，此时距离知青回城还有5年时间。之所以没一下子囤5年的货，就是因为那样货量太大，也太打眼了，他不敢冒险。现在卖给他货的人就站在他面前，这也算知根知底了。而且将来他想补货的话，少不了还要找他。你也觉得这种形势不会持续太久吗？顾观海闻言神情一肃。我没有啊，不是因为你只囤了3年的货我才这么说的吗？于明香一脸若有所思，看着眼前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男人，摇了摇头，挥掉了脑海中的想法。这就是个作贱不得光买卖的糙汉，大刑是什么的？事关上层决策，他不可能有那样的眼界和远见。等在院中的秦卫国3人是看着他们老妈和顾观海一起离开的，如今见他们又一起回来，他们都很意外。于明香把前因后果解释了清楚。一起怎么住？看到西边那个夹道了没？这是一座2进的院子，前院堂屋的西边夹道能通往后院，东边夹角是茅房，前后院通用，
后院房间多，你们住合适。这后院能另开门吗？这院子不能另开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院子离山近，山里常有野兽出没，门开多了不安全。于明香另开门的想法瞬间就熄了。于明香一家回了后院，一到后院，3个孩子就把他围了起来。妈，白天我们还想再打听一下妹妹的事情，你怎么拦着不让我们继续打听了？前院收拾厨房的顾观海猛地听到这话，他的动作一顿。女儿，那女人还有一个女儿，那她怎么没带着女儿一起下乡？是重男轻女吗？你们妹妹不是去随军了吗？刘大爷说了季子琛父母的行事作风，你们也听到了。我觉得他们知恩图报，又会心疼人，有这样的父母言传身教，我觉得那季子琛应该也不差。就想再看看，既然女儿和季子琛是天作之合，季子琛又是秦玉珠前世绞尽脑汁都求而不得的男人，那我自然乐见其成。女儿嫁给前逆军官，秦玉珠嫁给地痞吴勇，这也算是各归其位，拨乱反正。随军，季子琛，那女人的女儿是萱草，那个我每次回来都要护上一护的可怜丫头。可萱草他们村土生土长的姑娘嘛，怎么会是那个女人的女儿？而顾观海想了一夜都没想明白。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镇上，拨通了京市的电话，挂断电话，顾观海站在镇长办公室内，久久没能回神。原以为于明香是异能局的人，没想到他竟是异能局的漏网之鱼。18年前，他既然出任务来过河道村，他的女儿也是在河道村出生的。临下乡前，还真给了研究所上100万家产，获得了领导表彰。顾同志，是你们村新来的知青，有问题吗？没有，他好得很。异能局的那群刺头手眼通天，他既然能逃过他们的法眼，那可就是我的了。顾观海和萧长青简单聊了2句，就提出了告辞。萧长青恭恭敬敬地送他出门。镇长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他每次来你都哈着个腰？不该打听的您少打听，只要记住他来态度放恭敬些就行。萧长青只觉得天妒英才，他本是他们镇上的无上荣光，没想到眼睛却受了伤。如今依旧是他们镇上的荣光。顾观海回了村子，可是他才到村头，他老娘就从大树后冲了出来，一把拧住了他的耳朵。疼疼，娘你拧疼我了。他娘却一手拎着他，一手的烧火棍直接往他屁股上招呼。拧的就是你，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畜生！我怎么不要脸了？